参见太子殿下。老臣方圆恭贺太子殿下喜得监国之位。起来吧。谢太子殿下。方圆，此前冯熙口中所说的降书，你可知情啊？回殿下，这明家通敌反叛一案，证据确凿，且铁证如山，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降书。现在他冯熙一再纠缠此事，借着给明家平冤的借口，实则是为他与陆远同勾结谋反铺平道路。你去查冯熙也有些时日了吧？非但没有查出他跟明家的关系，就连他跟陆远同勾结的证据你都没有找到。殿下，这个冯熙太过狡猾，前几次都是我们在明，他在暗，故而他次次都有所准备。下一次，老臣定然要给他来个措手不及。看来你已有打算。冯熙他贪污敛财时日已久，必会留下把柄，我们就从此处着手，顺藤摸瓜，必会抓住冯熙的狐狸尾巴。这么有把握？殿下，现在在朝中的唯一阻碍就是冯熙了。老臣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殿下你清除障碍啊。左相的苦心，我记下了。先退下吧，我自有定夺。是。那老臣告退。殿下，降书一事，您真的信左相？我谁也不信。我之所以留着左相，是因为他手下的阴力还可以为我所用。阴力的人是双刃剑，保不准哪天就会伤到殿下您。我们还是应该多任用自己人才是。这是迟早的事，但现在还不是时候。这段时间，你派人多盯着点冯熙，他的一举一动，我都要知道的一清二楚。是。冯熙，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使诈，我不会再对你手下留情了。就说这是你上次给我的名单，我挨个探查了一遍，这些上面受过明家恩惠的人，大多数已经不在朝上了，也没什么势力，估计也帮不上什么忙。有几个还有戏的，但是我看啊，也未必愿意为明家翻案。这样贸然的去启用他们，会不会太过冒险了？这个人值得一试。文业，这不是那个？不知相爷深夜召见，有何见教？我想和文大人合作办一件事。下官位卑职小，品性愚钝，恐怕没有相爷用得着的地方。我要你离京，去蒙山郡找一样东西。文业平生从未涉足该地，况且相爷要的东西，也与我无关。我想要的东西，是浩山王递给明将军的降书。难道这也和你没有关系吗？降书果真存在？难道你真的相信明家会通敌卖国吗？当年你初入仕途，因为你的臭脾气惹了不少人，若不是明将军提携，你是保不住你的官职的。你怎么知道我跟明将军的事？我不光知道你，所有受过明家恩惠的将军，
和官员，我都知道。好看吗？好看。来，1、2、3。谁让你帮忙啦？谁让你长得这么慢呢我才10岁， ？10岁的你，怕是连字都认不全吧？简单的很，没意思。少了一点，全都不要。你这个不安好心的小坏蛋，又在打什么鬼主意？你才不安好心呢，这么简单都猜不出，不用你帮忙了。佛西，你想起了什么？这灯谜对小孩子来说属实太难了，等他长大一点，自然就能猜中了。文心，这种没意思的谜底，不是你最喜欢的吗？小兔子，谢大老爷，谢大老爷。老板，这个小兔子多少钱？哎呀，小姑娘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个小兔子已经被这位老爷买下了。哎，给你。我也要。可是这是最后一只了。兄台留步，小女对你手中的兔子十分喜爱，不知兄台可否割爱呢？哎，你胡说什么呢？不好意思，这是我买给我女儿的礼物，先到先得，不能让。你尽管开个价。笑话，你觉得我像是个缺钱的人吗？哼！你知不知道？哎，小文心在这儿呢，你别跟人动气。丫头，别怕，这个小老虎给你，让他帮你把小兔子叼回来。傻瓜，老虎见了兔子不就一口吃掉了吗？我说的话你都不信是吧？你等着。来了！这里是文业文大人的府邸吗？阁下是？贱民不所挂齿，请把这个送给贵府千金，就说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不知文心是文大人的千金，请多多见谅。小姐，小兔子真的回来啦？是大老虎帮忙叼回来的。癞蛤蟆这回总算没骗人。文卿家何事？微臣近日以来一直在查右相贪污受贿的证据，今日算是有收获。证据何在？
谢殿下。这布偶可是府上之物？是。可是出自此人？是。文大人，还有什么好说的吗？这是纯属栽赃！离开！这怎么回事？这位老爷来送玩偶的时候，只说是送给小姐的礼物啊！这木叶怀金，岂能言明？现在人证物证俱在，还请太子殿下明鉴。即便文业受贿，也不能证明你就清白。殿下若能证明臣有罪，臣甘愿伏法。这怎么可能？是你，冯熙，你设计调包。正如殿下所言，一面之词不足为信。现在事情够清楚了吧？蒙山郡，冯熙，你究竟要骗我到什么时候？我骗你什么了？你是说文业被太子殿下贬值的事情？贬他的是太子殿下，背后操纵的却是你。在你布置那只兔子玩偶的时候，你已经想好了，利用小文心栽赃文大人。我此番并无害人的意思，你不用紧张。我能不紧张吗？你又不是不知道文业是什么人。我知道文业为官清廉，但世间万物做事情必须要付出代价。文业如今的所作所为，就是在付出代价。他不过是奉公调查你，就非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吗？贬谪又不是杀头，何谈付出性命之说呢？贬谪之路路途凶险，难保文大人不会出现意外。你怎么知道他会遭受意外？难不成我会在半路灭他的口吗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向你保证，文业此去并无性命之虞，你不用担心了。我就知道他一定会出事。如此说来，你还是不信我。我冯熙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自己的理由和安排，虽并非合你心意，但绝对不会加害于你。是，你有你的安排，你有你的棋局，但还请冯相爷，以后不要把我和我身边的人当做你的棋子。爹上一次就是在蒙山郡遇害的。爹贬官蒙山郡，途中遭遇歹人行刺。爹为官清廉，不同流合污，却被那帮奸臣迫害至此。所以你一直以来的所作所为，都是
小叔，相爷，你这封信是？这个是我写给陆远彤的私函。陆远彤的事有什么动静了吗？我请他到我的东郊私宅一叙，这一次带上他的大军一起来。小叔，你又要招惹陆远彤，这可不是小事儿。这是最后一次了。待降书到手，大功告成，就是时候找陆远彤算算账了。可让陆远彤入住自家私宅，这难免会让人起疑心的。我就是要让他进入我的私宅，只要他进去，再没有机会出来。小叔，你是有什么计划吗？我在私宅中有一番布置，若是把这降书上交朝廷，陆远彤再要反抗，我便要他有进无出。陆远彤已经2次入京了，都陷入苦局，想再次请他入瓮，恐怕不会那么容易。这也是我发愁的地方啊。若是我亲自去黎云老巢请他，倒有几分把握。可现在太子一直盯着我，想要脱身太麻烦。小叔，那我去。就算你能脱离了太子的眼线，你到了黎云，该怎么让陆远彤相信你呢？你这直性子，别到时候又给我惹出什么麻烦。小叔，我都没试过，你怎么说不行呢？让我去吧。不行，太危险了。我有办法，也许能够取信于陆远彤。说说。陆远彤这段日子之所以蛰伏，固然是在厉兵秣马，但丢失降书也是他一时无法起事的原因。没有了降书，也就没有了替明将军昭雪的旗号。我若是以这封降书做诱饵，我有把握能让他上钩。你说什么呢？降书都还没有拿到手，就算拿到手，也不会给陆远彤的。降书当然不会给陆远彤，我只需要记住降书的内容，让他知道我们确实有降书即可。你见过降书吗？降书的内容你都知道？降书的内容，想必相爷已经烂熟于心了吧？你这个办法，倒也不是行不通。只是，就算你记住了降书的内容，又如何取信于陆远彤呢？到时候有什么后果，谁也不知道啊。放心吧，陆远彤还想着和相爷合作呢，他不会拿我怎么样。小叔，不能让他去。我记下来，你送我去。小叔。道乐，雨柔姐，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相爷了，他最近好吗？他最近挺忙的。那他胃口如何？睡得怎么样？道乐，你要提醒他，公务再忙也要注意身子。嗯，我会的。其实我说这些也是多余，他身边有东岳在照顾吧？是，雨柔姐，其实你不行，我不放心。你带我去见一下相爷好吗？
雨柔姐，你别这样，小叔他真的挺忙的。他在忙什么？忙着陪东岳吗？小叔要去东郊私宅找陆远彤，这是大事儿，没人能影响他的心情。我不会影响他的，你带我去见他一面，我见他一面就好。雨柔姐，感情的事勉强不来的，你还是放手吧。侯爷，淮南那5位将军，3位已经联络妥当，那2个不听话的，也都已经处理了。河西的周将军、林将军已经答应跟随我们起事，现在只等侯爷一声令下了。干得不错，万事俱备，只缺一张降书了。侯爷，什么事？帐外有一女人求见，说是右相府的表小姐。这冯熙派个表小姐来找我有什么事？让她进来。去京都东郊私宅一游，共商大计。共商大计，冯熙想用这个借口再骗我多少次了？侯爷息怒。之前侯爷2次被困京都，皆事出有因，并非相爷所愿，且最后也都是相爷助侯爷你从京都脱困的。相爷对侯爷的忠心，天地可见。是冯熙教你这么说的吧？他想干什么？你今天必须实话实说，否则你踏不出这大营。为了让侯爷入京，相爷不仅疏通关卡，还特地将宅邸借给侯爷做军帐。更重要的是，相爷已经找到起事缺的最后一面旗帜。能证明明家清白的降书。降书？能让我看看吗？降书如此重要，相爷当然不会让我带出。更何况，现在太子已经对相爷起了戒心，万一在路上遇上太子的人截获，那岂不是坏了大事？那你拿什么让我相信你有降书？在这个世上见过这份降书的人没有几个，而侯爷就是其中之一。如果说我能将这份降书的内容说出来，可否能让侯爷安心呢？可以，但我必须告诉你，一个字都不能差，否则
我就会认为你是故意欺瞒，其后果你自己知道。浩山与应国交战已有数月。错，不是数月。不可能，相爷不可能记错，一定是他故意唬我，想让我乱了方寸，露出马脚。没错，我记得千真万确。浩山与应国交战已有数月，边关民不聊生，怨声载道。不是数月，是1年零3月，也没有怨声载道这4个字。我说的没错，边关民不聊生，怨声载道。明谦将军派使臣劝降，晓知天下之大义。不错，明谦将军并非派使臣去劝降，而是兵临城下，逼其就范，更没有晓知天下大义，令本王深思良久，自知不敢匹敌明家军。再错，不是明家军，是大印军。不愿再让两国百姓受难，经曹表以降，望西哥之战，重修邦疆。有趣，着实有趣。方才之情形，你居然能背得一字不差，这天底下恐怕没几人能够。侯爷，这下你放心了吗？你回去告诉风息，10日之后我定赴东郊，让他做好准备。东岳姐姐来接你了。我不开。都什么时候了，别耍小性子了。爹就要出门了。你出门为什么不带我？这不是为了你好吗？爹是被贬的，又不是游山玩水，路途凶险，我怎么带你呀？不，你不是为我好，你就是想甩掉我这个累赘。文心，你平时不都喜欢跟东岳姐姐玩耍吗？由她照顾你，有什么不好的？姐姐，我不是对你有什么意见，我就是不想让她那么好受。文心，文大人，文心的脾气我还是挺了解的，我去训劝她。哎呀，有劳了。小的时候我心情不好，也喜欢坐在这条河边发呆。其实我跟你一样，小时候也总喜欢跟我爹闹脾气，总是没有办法把自己想法好好说出来。跟那个人没什么好说的。有时候啊，越是重要的话，越是不容易说出口。后来呢，我就想了个办法，
我把我想说的话呀，都折进纸船里，然后把它们飘到水里，让他们替我说出来。这样他也能听见吗？说了没结果，也总比将来后悔自己没说过的好。其实小文心有太多话憋在心里，只是不知道该如何表达。都怪我，不懂怎么跟孩子相处。你若是想，就去小文心经常去的河流下游看看。爹，我知道你不是想抛下我，女儿只是不想和你分开。我知道娘亲的事不是你的错，我从来没有怪过你。我答应你听话，你快点回来好吗？爹，文心。文心，文心，爹从来不知道你这么懂事，对不起啊，爹不是故意要冷落你的，我只是觉得自己太没用了。要不是我这么软弱，你娘也不会受这么多苦。所以我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官场上，想让家里人对我刮目相看，想让自己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、说一不二的一家之主。不过这些都是借口，爹错了，爹就是没有勇气面对你和你死去的娘亲。爹别哭，爹说的这些，你可能未必会懂。文心，父亲，女儿懂了。子渊，你终于回来了。陆远腾已经答应了，10日后就去东郊私斋。办得好。不用说，我都知道你经历了些什么。我再也不想一个人去见陆远彤了，我也不想再体会那种喘不上气的感觉。不管怎么样，你这一次独闯陆远彤大营，又引陆远彤上钩，就冲这就比我和小叔强多了。哎，你自己弱就说自己弱啊，别带上我。本来就是嘛，你自己又不去。好了，这一路辛苦了，下去休息吧。对，我送你回房间。没事儿，我不辛苦。怎么会不辛苦呢？这么远的路，你肯定累坏了。走，我带你去吃点补补。哎，我还有话跟你说呢。这么远的路怎么会不累呢？哎，你可我还有话跟你说。要不我先给你倒点水。嫁出去的少爷，泼出去的水啊。
这一次幸有姑娘，我与小女心结才能大开。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此去路途遥远，还请文大人路上千万要小心。我会的。此去蒙山郡，途中经过上庭驿，那附近有许多山贼出没，还请文大人注意，千万要远离。多谢姑娘提醒，那么小女文心就拜托给你了。文大人放心，到时候去冯府，我会让他少跟相爷接触的。东岳姑娘大可不必因为我的事情，从而影响了和相爷的感情。此次文某被贬，是自己疏忽，与旁人无关。就算他是清白无辜的，倒也不能反咬一口啊。知人知面不知心，或许相爷为人也未必如你我所见的。文大人平时最看不惯相爷飞扬跋扈，怎么今日？时间不早了，我也该出发了，告辞。爹。